就是从这个里里古镇的停车场停了车以后呢，现在我们准备去寻访里里古镇啊。还没到小镇啊，门前就看到一些本地的食品店啊、餐饮店。我发现啊，都有星巴克的社啊。你看啊，这一座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呢，也是星巴克。我看星巴克特别喜欢这种景区边上的老房子啊。没几步呢，就到了里里古镇的大牌坊，非常漂亮的一个牌坊啊。嗨，大家好。我现在呢来到了苏州啊吴江区的一个古镇，叫里里古镇的牌坊门前啊。我身后就是这个牌坊，在这边呢，我们准备进到这个古镇里面去走一走，请大家随着我的镜头一起到里面去参观一下。这个牌坊上的“里里”两个字啊，非常有特色啊。应该是行草书，有流雅之题的词。江浙沪的古镇啊，来过不少，但是呢，我记忆当中好像没有来过这座里里古镇啊。刚刚开车呢，从平望另外一座小城市啊，到这边也就是6-7公里的路程，经过了一片呢不是特别发达的农村地带啊，就来到了这座古镇。从大牌坊里头走进来啊，门前呢就是一条小河啊，但这条河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边呢就终止了。河边呢有很多的老房子啊，这些老的商店啊，仿佛时光倒流。看到很多当地居民呢就在马路边上闲坐啊，还有一些房子呢已经是非常老旧啊，需要重新修建。现在呢，我就打算沿着这条小河呢，向里里古镇里面走进去啊。小河边的那些民宅啊，应该还都住着人啊，但是呢，那种斑驳的墙体啊，看上去很有年代感。不过呢，也有一些当地的味道啊。娃娃一样。发现啊，在苏州这边呢，有很多这种祈愿啊，包括浙江、湖州地区等等地方啊，就大家对下棋还是很有兴趣。就分开进，就是这样子，没有站票的，都是坐的。妈呀，我妹觉得做的很好的，直到进去中间那2片，凳子还是凳子，不是那种靠的问题，是平板的，有的是有的靠的。这个还是我们2个，好像是我们2个的。
这里有一座楼啊，有南社2个字。我记得南社应该也是以前民国时候的一个组织啊。这座古老的建筑南社雅集，刘雅之题的词啊，上面有一些梨川八景、风雅盛纪啊等等这样的字样。现在是离离书画会啊，也是苏州市吴江区离离乡贤文化研究会。民革党史陈列馆，相信就是跟刘雅之的南社有关。这边呢就有一个南社通讯处啊这样的一个字样。听到当地人讲的这些吴侬软语啊，非常的亲切。就在这边闲坐喝茶。这个古镇啊，真的跟我去过其他的古镇都不太一样啊，非常的安静，也没有几家店开着门。河边对面那些房子好像时间都静止的感觉。一株非常漂亮的红梅，还没有发芽的大树的枝头，古色古香的古建筑啊，好像在静静地诉说着历史。这个应该称得上红梅了啊！相信现在走的这条石板街啊，这条长廊应该是原汁原味的。上面有一个路牌叫梨花街。虽然商店都是关门的啊，没有什么商业的味道，但这边还是有一些音乐声啊。原来是一个黑茶店，唱歌免费啊，每位10块。哟，这个地方漂亮了，有个戏台。这个戏台啊，很不错。良缘书景，瞧瞧，应该是这座小镇的中心地带啊。这边呢有一座石桥，
横跨在这座小河之上，对面呢叫庙桥弄过街楼啊，非常之美。这座古桥也非常不错啊。庙桥饭店，但是呢，几乎所有的店面啊都是空关着的感觉。在这边黑漆漆的地方呢，有一个牌子写着“吴江市文物控制单位中共淞沪地委吴江秘密联络点”。看这个阴森森的状态啊，暗戳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，确确实实像一个秘密的联络点。黎轩书院，还是很有文化气息啊！哇，这个过街楼漂亮了。这条梨花街还是很长啊，我已经走了一段路了啊。想必这是坐船的一个码头啊，但现在一艘船都没有。黎黎市河波岸及古桥是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啊，现在是不是一个茶馆呢？果然是啊，开门做生意的一个茶馆，非常美。小餐馆安之园，看那些装饰啊，还是非常的文艺啊。我在安偶轩等你，就是刚刚我看到这个茶馆。这边过去呢，还有一片天地啊，一样是一条小河，但是呢，有一些老房子还在修缮之中。走过这座不知名的古桥啊，站在桥上呢，欣赏一下河岸的风光。这些老房子太漂亮了。刚刚我从这条小街走出来的，这边呢是一个已经变成茶馆的一座老建筑。这个河道呢到了这边成了丁字路口，对面呢还有很多沿河的房子啊，非常漂亮的建筑风格。杨家桥明月桥西侧区域立面改造效果图，现在也在改造过程当中。
那么我现在走这个桥呢，应该叫杨家桥或者叫明月桥了。站在一个非常好位置的这个茶馆叫安偶轩，就是这座小桥边上，坐在这边发呆，沉思啊，思考是非常好的地方。虽然很多房子呢，好像也在进行一种装修啊、修缮之中，但整体上来讲，这边就是普通人家，生活气息还在啊。这有一个糕坊，专门做各种各样的糕点地方吧。家家户户都会晒一些这种菜干啊。到了这边呢，就是尚未改造的普通人家了。但我看到有座桥，应该可以走过去啊。看看这些河边的人家，过着非常朴素的生活。这条小路叫南栅西岸路啊，也是有路名的。我相信呢，再过去可能就未必走得通了啊。所以呢，就从这座桥走过小河的对面去。这座桥有名字的，叫接桂桥，是迎接桂花的意思吗？一棵古树啊，长到了河的对面来了。回望一下刚刚走过来的这条还有老百姓居住生活的小街啊，我们呢从这边下桥走回去。再来看看对面那些河岸边的房子，当地老百姓呢还在过的一种生活。但是这个河岸边啊，还开了一些地，种了一些菜，看见没有？这条路呢，跟对面对应的叫南栅东岸路。四通八达的水道啊，古朴的这些桥梁，走到这边呢，就是叫南新街了。这边还遗留着很多的这种小码头。
对面有个宣传语啊，离离古镇，心里梦里离离，蛮有文化意味的词句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小所在，苏州市吴江区法学会会员之家。一进门呢，就是一座园林啊，很漂亮的一个园林，有假山，有亭子，也叫基金小院。又走上了这一段石板路。看来啊，这个离离古镇呢，应该是一个小众的景点啊。虽然我刚才看到也是4A 级景区，但是想必呢，来访的游客不多啊。所以这些商店啊，开的也没什么生意做，但是倒是保留着一份这个小镇的古朴和安静。你看啊，这些饭店啊都关着门。这座桥呢，就是刚刚我站在对面望过来的那个戏台啊。这边呢有一个过街楼，上面呢有个牌子叫庙桥弄，就是古时候的一条弄堂，还有一些古时候的那种风味啊。可以想象一下，古时候人们在这个地方开店啊，做生意。生活的场景，有这边就有专门做了一个做生意啊这样的一个雕塑，叫离离油墩，就是油墩了，油墩子吧。有人在唱福建歌啊，回望一下。没颜色你也不学建筑啊？结果了啊，我们成功做就喊人家要说正面，要说正面。有小鬼也到这边来凑热闹了。那个叫小啥呢？摄像机。哦。小个摄像机，拍照也可以。拍出来效果好了呀。跟侬手机差不多，就是比较小，拿辣手里头。有这边的话呢，好像用了一些绿植啊，
装扮了一下这条街道啊，稍微走一段。这种感觉好像真的回到了古代的感觉啊！你这个望出去看不到现代东西啊，只有年头的这些墙壁和已经爬了很多年的这些爬藤的绿植。想来这边这些矮的树啊，应该都是梨树吧，我也不确定啊。从这边望过去的味道啊，更浓。摄影爱好者啊，到黎黎这个游客稀少的古镇来，应该可以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啊。我作为一名游客啊，到此一游呢，肯定是希望啊，这样的小镇就像时光停留或者倒流的一个老地方，可以静静的呢，在这个地方看看已经留下的这些古迹啊，那些老房子、老街道。但是作为一个当地人还生活着的古镇呢，如果没有了商业的点缀啊，没有了挣钱的渠道啊，恐怕也不是一件好事啊。所以我感觉这边呢就安静有余啊，商业不足，可能对当地人来讲的话，从旅游这一块得到的收入呢就会比较少。眼前的这座小桥呢，就是我刚刚从对着这座桥的小路进来的地方，叫鼎新桥。桥的这边呢，就形成了更开阔的一片区域啊，可以把它说成一个广场。我现在呢，继续顺着我刚才还没有去过的这条沿河的街道再去逛一圈。对面的很多房子，我相信有些呢是经过了翻新啊。马路这边呢有一家多肉馄饨店。多肉豚野菜馄啊，这边有不少的小商店，也有一些艺术馆，苏州徐悲鸿艺术馆，到这个前面。
你网上买的没这个签名。中国的大画家徐悲鸿。那天26号是阿佳老师还又拿手重新再签一次啊。徐悲鸿的事迹啊。你网上买的没有书签的，这里没有书签是吧？对，明信片，明信片。徐悲鸿的自画像。徐悲鸿写的对联，画的各种图画啊。哎呀，你当面看到了。啊，当面看到。对，看到谁啊？阿娇呀。看的问题不大。阿娇的这个。看肯定能看到他的。非常完整的徐悲鸿先生的生平事迹啊。当然也有很多当代名家画作。徐悲鸿先生的名作《骏马》。也有其他的一些作品啊，写春的作品，画狮子的作品，受伤的一头狮子，包括菩萨，还有水牛啊。如果有时间到这边慢慢的来观赏的话，会是很大的收获。这些都是徐悲鸿的画作，但是我看了一下，基本上都是一些复制的作品，但是也有一些珍藏啊，馆藏珍品。这些呢，应该都是徐先生的真迹了，特别用一个玻璃房啊，把它锁了起来啊。徐先生的书法很有特色的一种书法。意外收获啊！看到很多大师的作品，太棒了。1939年44岁的时候，在新加坡演说。这是应该其他人的一些作品了吧？近现代名家展区。真是一个好地方啊！那好玩。可惜啊，徐先生1953年就过世了。好，现在在南新街上继续走一段啊，相信已经走了半个来小时了，在这个里里古镇里面啊。
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古镇的感觉。这边呢有一处水岸寒舍，一处江南别院，应该是民宿，非常漂亮啊。边路他们翻修的，是吧？对，都是翻新的。这2-3年功夫呀。哎，翻新的。水岸寒舍这是民宿。真没想到啊，这个里里古镇面积有那么大啊！我在里面已经走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但是呢，好像远远还没有走到头，可惜时间不够啊，没有办法在这边从容的徜徉，只能匆匆一瞥，走马观花。这边有一个牌子叫离离区公所啊，那肯定就是民国时代非常简陋的当时一个村公所的陈设啊，还有以前的那种各种规定吧，张贴在墙上。这边又是一座桥，非常漂亮啊！但是呢，都风格一致的这种桥，叫镜灯桥。漂亮的茶空间。有人在放无人机啊！这个铺很破烂的，它不这个长的，它都是厚土的，它没有点缀的。啊，老来的还打过来的。还在维修的地方。看来呢，这座古镇啊，如果要把它完全修复好啊，应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，花更多的功夫啊。各种当地的小吃啊。河边的风景太美了。我把车又搞不搞？哎，也好了吧？
青年病人对吧？我看到那个上面。现在走在建新路上啊，似乎这条道路啊没有尽头。哟，终于看到了一艘游船在河里面。岸边的这些高墙啊，这些花窗非常有江南特色。即便是门前的这些太湖石的装点也绝不马虎啊！当地的一群老哥在那边休闲闲坐，对当地来讲，这样的地方太好了。这里有一个协源米行，就是卖米的店啊，米铺。应该还是现在还在用的一个小店啊，这是卖米的店。这边呢，一路还可以去向很远，但是呢，我打算从这条石阶啊，跨过小河而去。古树深深，街边的河畔的长廊。河对岸的闲坐闲聊的当地的百姓，这边还有一棵非常漂亮的树啊，开这种紫色的花。那边还可以去向很远啊。这条街呢叫九南街啊，每一段呢都有不同的街名。上了年纪的阿婆啊，就在河里面洗衣服。这个好洗呀！这个木的，你要不要洗衣发再要一个。又是一个买油墩的地方。可以吗？肉的那豆腐啊，肉可以不开吗？哦，有不同的是吧？有豆，我已经走得够远了，现在准备走过桥去，往回走了。你看这座石桥的这个台阶啊，都是就这么一块整的石头凿出来的。哦，这边刚好有一艘游船过来啊，前面呢看来是一个游船的码头，摇着摇着就过来了。我在桥上看游船，船上的人呢在看我看风景啊，这个有点那个徐志摩在写康桥那个诗中描绘的这种意境啊。河边的这些房子呢，应该都是改建成那些商业用途啊，变成那些小店。
就这么摇着摇着，远去的小游船，边上的油墩子的店啊，儒家桥弄。摄影展应该都是一些摄影爱好者的作品啊。离离渔业村真实影像展，鱼米之乡啊，摄影爱好者的一些当地民风民俗摄影作品，非常生活化，非常传神。可惜我没有太多时间驻足慢慢的欣赏。进士里。对面的阿婆还在河里洗衣服呢。酱菜店啊，炒货店，当地人闲坐闲聊的长廊。也有一些下午茶、现代风格的小店，很美的。难得的是，这边呢开了很多的博物馆啊、艺术馆、画展、摄影展啊。像这个呢是漆器的博物馆。这边呢应该是别有洞天了啊。叫黎川院离离古镇展示中心。
迎恩坊。要不就上班了，要不就像我这样待业了。现代的民宿啊，漂亮的咖啡店。还有好多这些地方啊，我都没有时间进去一一参观了，留待下次啊，一定再来一回。相信呢，以前很多的这些豪门大宅啊，他们的门呢是沿街而开，但是后面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院子。这是刘雅芝纪念馆游客中心啊，稍稍有些可惜啊，没有时间到里面去参观了，留待下次再来。那好。有可能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已经在离离古镇里头啊走了一大圈了，大概有30-40分钟以上了，非常安静的一个小镇啊，真的好像人在这个小镇里头走了一圈以后啊，经受了一场洗礼。而且这个小镇呢，虽然啊商业不算畅旺，但是呢，它开了很多的艺术馆、博物馆啊等等这种展示文化的一面啊，所以让人感觉特别的舒服。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离离古镇里头去寻访啊，我们继续再走一段。老虎豆啊，卖馄饨等等小吃的商店，这边的冯记油灯啊，排队的人很多。那个是肉的吗？好吃吗？没有肉。好吃的吗？好吃啊。我们看着你们讲。那边没有你们的。这些爱准的。看着我都眼馋了啊！那我也不鲜肉嘛，他们好吃。看来这边的才是小镇的中心地带啊，商业地带。就一个啊？这边的商店呢，大部分都还在经营啊，尤其是这些饮食店。
这个。啊，对的。又回到了南社啊这块地方了。这边呢是里里古镇的景区啊服务中心。里里古镇手绘的一面墙的游览图啊，很多地方呢其实都是匆匆一瞥，没有深入到里面去寻访啊，留待下次再来。我已经从里里古镇的牌坊里面出来了啊，在这边呢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，谢谢大家的跟随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次旅行再见，拜拜。